对于拜登签署的这份巨额援乌法案，俄方以空袭乌方基础设施进行回应。据乌克兰当地媒体报道，27号当晚，俄罗斯空袭乌克兰多个地区的能源设施。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公司 DTEK 说，旗下4个热电厂的设备在袭击中严重受损，所幸没有人员受伤。据悉，乌克兰80%的热力发电和约35%的水力发电能力被破坏。如果在冬季到来之前不能修复这些设施，后果将十分严重。此外，乌军的铁路设施被袭击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由于冲突爆发后，该国空运陷入瘫痪，无论是士兵调动还是民用物资运输，都高度依赖火车。乌克兰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将武器运输到乌东战场，运输到与俄罗斯直接发生这个军事冲突的地方。那么，俄罗斯是有能力对乌克兰西部以及它中部的一些军事储备基地以及军事要地，以及它中线的一些这个战略防守的地方进行战略打击的。那么俄方为了应对美西方对乌克兰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军事这个援助，那么我认为俄方会抓住在这个法案批准后的空窗期，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反攻。当地时间26号，越南国会主席王廷惠提出辞职，同时辞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获越共中央委员会接纳。继上月20号被称为越南最年轻国家主席武文赏辞职之后，越南政坛4驾马车短期内再少1员。据越通社26号报道，越南共产党第13届中央委员会当天召开会议，同意王廷惠辞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越南国会主席职务。报道称，根据越共中央检察委员会和其他有关部门递交的报告，王廷惠违反党员行为禁令，未能发挥模范表率作用，对社会舆论造成不良影响，损害党、国家及其个人威望。在认识到自身责任后，因而辞去各项职务，请求退休。公开资料显示，王廷惠出生于1957年，来自越南北方，曾留学东欧。2001年，经济专家出身的王廷惠进入越南政坛，党政工作经历涵盖财政、审计、国有资产等经济领域，曾出任审计署副审计长，此后历任审计署审计长、财政部长、越共中央经济部长。2016年至今，王廷惠先后担任越南政府副总理、河内市委书记和越南国会主席。事实上，此前已有越南国内媒体注意到，王廷惠助手越南国会办公厅副主任、国会主席助理范泰和因涉嫌滥用职权被越南警方逮捕。越南 VN Express 的媒体报道，范泰和被捕源于越南警方针对建筑公司顺安集团投标行贿案件的调查，目前该案未公布具体细节。据悉，该集团成立于2004年，已成功竞标至少39个项目，包括多个大桥、高速公路和胡志明市的运河改善项目，总价值超过22万6千亿越南盾，约合人民币64.6亿元。今年4月15号，顺安集团董事长阮维新及副总经理阮克敏因违反招投标规定，造成严重后果和贿赂被捕，总经理陈英光则因受贿罪被捕。2013年起，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开启熔炉反腐运动，追责问责力度很大。有观察认为，越南熔炉的问责机制具有连带政治责任的特点，这意味着官员在施政期间，其部下的违法犯罪也将牵连自身。此前被称为越南最年轻国家主席的武文赏辞职，也是受到他此前就职广义省委书记时的部下违反犯罪所牵连，承担作为单位一把手的责任。我想这表明了，越共中央推出了这种反腐的这个熔炉运动应该说进入了深水期，也就是说反腐无禁区，任何人无论是职位高低那么在反腐问题上，在腐败问题上应该说是一视同仁我想这个方面，越共中央应该说是非常的明确的。最近的越南的连续的2位国家领导人受腐败的影响相继的辞职这反映了越共中央这种反腐的坚强决心和坚强的意志。我想对于普通的越南的党员干部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警示的这么一个作用吧也就是说真正的要达到越南的这种反腐使普通的官员甚至高级领导干部不敢腐不能腐的这么一个状况。
越南近年来经济发展势头较好，但也存在反腐法律制度不够健全的问题，经济领域犯罪备受关注。其中，越南女首富张美兰金融欺诈一案震惊越南社会。据越通社11号报道，历经1个月审理，胡志明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越南万盛发集团前董事长张美兰死刑。目前，张美兰不承认犯罪，或将提起上诉。有观察指出，张美兰的犯罪事实若得到确认，将是越南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诈骗案，也将成为熔炉反腐行动至今爆出的规模最大、最复杂的丑闻。据悉，该案共涉及86名被告，70人被捕，11人取保候审，5人在逃。光是涉案文件就放了104个箱子，总重6吨。现年67岁的张美兰为万盛发集团创始人，这家集团主要从事房地产、金融、酒店等业务，是越南的龙头房地产企业之一。越南检方指控张美兰在2012年到2022年间非法控制越南第5大银行西贡商业银行，期间与同伙涉嫌通过幽灵公司贿赂政府官员，以及他非法控制的西贡商业银行获得2500多笔贷款，总金额超过1000万亿越南盾，约合人民币2903亿元，约为越南2023年 GDP 的10%，十分惊人。此外，张美兰被控向越南央行高级监督员杜世仁行贿520万美元。若犯罪事实得到确认，将成为越南史上单笔最大贿赂。截至目前，张美兰案对越南金融体系的冲击还远未结束，越南央行不得不为他非法掌控的西贡商业银行进行前所未有的救助来输血，以免危机扩散，给该国经济带来更广的次生灾害。据一份公开的银行文件显示，截至4月初，越南央行已向西贡商业银行注入24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737亿元的特别贷款。此外，张美兰案还重创越南房地产市场。据估计，仅2023年1年内，越南有1300家房地产公司退出市场，投资者信心受挫。外界注意到，因经济犯罪被判死刑的案件在越南极为罕见，可见张美兰案对该国经济社会的冲击之大。越南媒体认为，追究张美兰的责任，有助通过反腐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安抚投资者。张美兰的这个腐败案件呢，应该说涉及的金额是非常之大的，并且涉及面呢也是非常之广的，影响呢是非常之坏的。如果说不进行严肃的处理的话，就不能够这种越南腐败的这种高发的态势给予一定的这种警示的作用。实际上就标志着可以说越南的反腐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对这种金融领域、房地产领域这种高发的这种腐败的这种领域要进行一个彻底的这么一个清理。我想在这个方面，可能越南无论是从党的这个层面，还是从这个政府的层面，可能会进一步的规范在金融领域和房地产领域的相关的一些规章制度来进一步的使越南的这个经济走向这种健康的发展的轨道。